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当今美国围绕川普发生的很多事情，已经达到了精彩肥皂剧的级别，情色和谋略相交织，舆论大战和法庭对峙相呼应，其中剧情的跌宕起伏已经远超好莱坞大片的情节。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2006年那个仲夏之夜开始。2006年7月，当时身为媒体名人和地产大亨的川普，专程飞到内华达州的著名风景区塔霍湖畔，参加那里1年1度的美国名人高尔夫锦标赛。当时的川普是参加这次名人高尔夫锦标赛中最耀眼的明星。他在 CBS 的热门节目《学徒》的收视率当时正如日中天。那个节目把他精明和权威的商业巨头形象塑造得淋漓尽致，所以在川普练球时就吸引了一大群粉丝跟随和观看他在球场上挥杆打球。碰巧，当时在塔霍湖畔参加活动的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一群来自某色情影视公司的成人女演员，其中就有一个艺名为丹尼尔斯的金发女郎。在18年前的那个仲夏的日子，没有多少人特别关注像川普这样的演艺界人物和丹尼尔斯这样的女演员之间到底有什么瓜葛。但是在过去的8年中，那个仲夏之夜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却成为美国社交平台和众多媒体反复讨论的话题，并成为过去6年多个法庭诉讼案的缘起，其中就包括川普目前在纽约法庭正面对的包含34项刑事犯罪的所谓封口费案的诉讼案。这个从4月份就进入法庭庭审阶段的案件，无疑在5月8日和9日进入了高潮，因为这2天正是丹尼尔斯作为起诉方证人出庭作证的日子。5月8日是检方律师向丹尼尔斯发问的日子，检方律师抓住这个机会，利用各种方法提问，引导丹尼尔斯去讲述他记忆中的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细节。拍摄和导演超过上百部成人片的丹尼尔斯，当然对讲述这一类细节没有任何心理障碍。他对当天在川普酒店房间内发生的事情描述的细节满满，当事人在每个时刻穿的衣服啦，每个细节发生的地点啦，以及如何进行了，等等等等。另外，在舟山法庭作证时，丹尼尔斯在描述的过程中，似乎还有意暗示他当时受了某种形式的威胁。例如，他特意说：“我对川普并没有什么好感，原本也不想和他发生关系。”但他也承认，他并没有拒绝，并且认为整个过程他是完全自愿的。但是他强调，川普当时站在他与门之间，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当时感觉失去了意识，尽管他当时并没有喝酒或服药。关注名人隐私是一个跨越种族的人类普遍兴趣点，更别说这是有关川普的隐私。丹尼尔斯在法庭上，在检方律师引导下描述的这些细节，迅速成为当天各大媒体的重点新闻。众多讨厌川普的人兴奋地欣赏报道中转述的每个细节，但是这些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些让他们兴奋的细节却偏偏有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给川普律师团送上一个大礼。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了确保所有观众都能理解我下面的内容，我先简单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所谓的封口费案的背景。我们前面提到的成人电影女演员丹尼尔斯声称，她和川普在2006年7月在塔霍湖畔相遇的那个晚上，两人有过一次性关系。对此，川普矢口否认。但是在10年后的2006年，在川普参加第一次总统大选的前夕，川普当时的私人律师科恩给丹尼尔斯支付了一笔13万美元的钱。据科恩说，那笔钱是为了让丹尼尔斯对他和川普之间的事情保持沉默。发生婚外情虽然不道德，但是在美国并不算犯罪，
另外，付费让对方和自己签保密协议，也就是支付封口费，本身在纽约州是合法的。因此，这个案件几经曲折，迂回经过纽约州的2任检察官办公室、多个大陪审团和法院系统的多个层次，并且2次打到联邦最高法院，最后还是因为很难找到站得住脚的法律依据，被迫搁置，因此被称为僵尸案件。2021年11月，民主党人布拉格当选为曼哈顿地区检察官。2022年秋天，布拉格办公室再次启动对川普的调查，并把调查的重点再次回到对丹尼尔斯的封口费这个问题上。从2023年1月开始，布拉格开始向大陪审团提供该案的证据，并让大陪审团听取了包括科恩和丹尼尔斯在内的证人的证词。到2023年3月30日，一个由曼哈顿居民组成的大陪审团投票决定起诉川普，指控他涉嫌为报销科恩支付的封口费而伪造商业记录。而在2023年4月4日，布拉格正式起诉川普的起诉书中，更是指控川普违反了纽约刑法，犯下34项1级伪造商业记录的重罪。这些罪名每项都可导致川普高达4年的监禁。其实根据纽约州的法律，普通的伪造商业记录是一种轻罪，称为2级伪造商业记录罪，而川普被指控的却是1级伪造商业记录罪，这就属于重罪。要达到能指控川普犯了1级伪造商业记录这样的重罪，检方律师就必须证明川普不是简单的伪造商业记录，他这样做是有欺诈意图的，甚至是为了实施另一项犯罪，或者是为协助或隐瞒犯罪行为的意图。布拉格在起诉书中说，川普伪造商业记录是为了进一步犯下面这3项罪行： 1. 违反联邦竞选财务限制； 2. 非法影响2016年选举，从而违反了纽约州的选举法； 3. 违反有关报销事项的州税法。另外，封口费是2016年付的，已经是8年前的事情了，而这类罪行只有5年的法律追诉期。但是布拉格创造性的声称，川普在纽约州以外的地区居住的时间不能算在这5年的追诉期内，而且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的社会停摆也成为布拉格延续案件法律追诉期的理由。也就是说，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不是针对川普和丹尼尔斯是不是有婚外关系而起诉川普的，也不是因为川普当年的律师科恩给丹尼尔斯付了13万美元的封口费而起诉川普的，而是指控川普为给科恩报销13万美元的封口费而伪造了商业记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检方律师为什么要让丹尼尔斯作为他们的证人出庭作证呢？检方律师让丹尼尔斯出庭的主要目的，他自己说有2点：一是向陪审团证明丹尼尔斯是一个可以让人信赖的人； 2是向陪审团证明川普是有强烈的动机来掩盖他和丹尼尔斯有特殊关系的这个真相的。也就是说，丹尼尔斯的证词和检察官指控的罪名只有间接作证的作用，而没有直接支持的关系。现在我们就到了我们问题的关键点了。既然你让陪审团判断的是川普到底有没有伪造商业记录这个罪行，那么你为什么要让丹尼尔斯绘声绘色地描述他记忆中的18年前的那天晚上2个人在一起的那些肉麻情节呢？那些情节和伪造商业记录罪有什么关系呢？虽然检方律师说是为了展现川普要伪造商业记录的动机，但是难道丹尼尔斯不描述那些细节就没法展现川普的动机吗？这个逻辑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丹尼尔斯提供那样的露骨的细节，却很可能有其他的效果。可以推测的是，这些细节大概率会引起陪审团人员在潜意识中厌恶川普的人品，从而引起对川普这个人的偏见。
一旦陪审团对川普厌恶的感觉出现了，那种感觉一定会影响他们对川普是否伪造商业记录的公平和公正判断，而这个判断会决定审判的结果。这在司法上就是典型的不公平证词。一旦在审判中出现了不公平证词这样的问题，为了保证审判的公正性，法官就可能宣布审判无效，也就是当前的审判程序无法继续进行，案件将被发回重新进行审理，重新选择陪审团，重新传唤证人，并重新呈现证据等等。川普的辩护律师在检方律师提问引导丹尼尔斯讲述那些细节时多次抗议，随后2次要求法官宣布审判无效，因为丹尼尔斯讲了太多的和案件无关的又没有人能证实的情节，这对陪审团认知的负面影响已经无法挽回了。但是要求审判无效的请求却被这个案件的法官莫钦给否决了，而这个莫钦法官就是那个在这次庭审一开始就给川普下了封口令的那个法官，所以这个法官做出这样的判定也不意外。其实法官在法庭上的一个最关键的责任就是时刻警惕，以确保能够平衡证词作为证据的价值和他们可能对陪审团产生不公正偏见的潜在影响。例如在纽约一家法庭，就因为负责的法官一时疏忽，让检方律师引用了不公平的证词，从而引发陪审团人员产生偏见，而不得不推翻了对好莱坞大亨韦恩斯坦的定罪。这个莫钦法官其实不傻，他当然意识到了检方律师是在玩弄陪审团的认知感情，因此莫钦法官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说，丹尼尔斯的部分证词当初没有说最好，这就是在变相承认自己刚才可能也是听上瘾了，忘记了自己最关键的责任，没有及时阻止这些不必要的细节。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莫钦法官却又反咬一口，指责说这都怪川普的辩护律师在提出抗议时没有足够的强烈。然后对川普辩护律师还说，明天你们在交叉审问丹尼尔斯的时候，应该能够挽回今天这些无关紧要细节这个过多的这个问题。但是莫钦法官的这个逻辑是根本不成立的。丹尼尔斯是一个大大咧咧的成人电影的女明星，在她和川普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她已经反复调整说法好几次了。而且丹尼尔斯本人和川普还有私人恩怨。6年前2018年，她在加州起诉川普诽谤她，最后被加州的法官驳回，并要求他给川普支付川普在那个案子中花费的30万美元的律师费。丹尼尔斯不服判决，不断上诉，但是每次上诉都被驳回，结果现在他欠川普的律师费已经累积到了大约60万美元了。而到目前为止，丹尼尔斯欠川普的钱1分钱都没还，而且还发誓说就是进监狱也不会给川普1分钱。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丹尼尔斯作为证人来指证川普有罪，试问天下还能找到一个比丹尼尔斯的可信度更低的证人吗？当一个正常人身上沾了一大片泥巴，那么大家会关注这个人身上的那片泥巴。但是如果你看见这个人在稀泥堆里激烈滚翻了1个小时，然后当这个人站在你面前时，你反倒不会关注这个人从头到脚布满全身的泥巴了。相反，你可能反倒会仔细盯着这个人身上的一小片还没有染上泥巴的地方，在心里感叹，哇哦，这个地方好干净啊，真是太不容易了。在川普的辩护律师交叉对峙丹尼尔斯时，旁边观看的陪审团，他们对丹尼尔斯的心态很可能就是这样的。至少从媒体5月9日对交叉对峙的报道来看，就是这个感觉。而且枯燥的交叉对峙哪里有丹尼尔斯绘声绘色讲2人18年前独处时的细节引人入胜呀？因此丹尼尔斯作证的这个过程已经让这个案子严重偏离了美国司法公正的基础。那么检察官布拉格这边，他们为什么要冒着审判可能被宣布无效的风险，也要诱导丹尼尔斯讲出那么多2人独处时一面之词的情节呢？
原因可能有2个。第一个原因是，就本案来说，这可能是检察官布拉格最后的绝望的赌博。我们前面讲了，他为了用重罪起诉川普，他起诉的司法逻辑本身就很复杂，让人不容易理解。在这个案件中，布拉格必须提出充分证据，让陪审团毫不怀疑地相信这2层逻辑。首先，川普伪造了商业记录；其次，他这样做伴随着另外的犯罪行为，要么是非法而且有意的使用竞选捐款，要么是在给科恩付钱时有意偷税漏税。在过去3周中，检察官布拉格这边提供的证人眼看着一个一个已经都做完证了，但是布拉格仍然不能充分证明他对川普的这指控。在这样的情况下，布拉格很可能会孤注一掷地利用丹尼尔斯来赌一把，而且他们也非常清楚莫钦法官的倾向性。第2个原因是，也就是布拉格花3年时间让这个僵尸案起死回生的根本目的，就是把川普彻底搞臭，从而起到减少川普在总统大选中获胜的可能性。因此，检方律师在向丹尼尔斯发问时，不但让张嘴就来的丹尼尔斯详细描述2人独处时没人能够佐证的肉麻细节，而且让丹尼尔斯用其中一些情节来给陪审团暗示川普18年前的那天有性侵的成分。他们非常清楚这些内容一定会让陪审团成员产生对川普的强烈反感，同时内容越劲爆，媒体报道也就越起劲儿。这样一来，丹尼尔斯的一面之词就会在无数媒体不断重复的情况下变成一般美国人心中的事实，达到在美国大众的舆论法庭羞辱川普的目的。但是玩弄小聪明的人往往反而会陷入自己玩小聪明的陷阱。检察官布拉格和法官莫钦这么干的结果，严重破坏了这个案件的司法公正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其实相当于给川普的司法团队对这个案子买了一个保险。毕竟曼哈顿这个地方是反川普的大本营，陪审团大概率是先天反川普的。因此，如果未来出于种种原因，川普在这个案子中真的败诉了，那么围绕丹尼尔斯作证过程中的这些严重偏离美国法律基础的情节，就会成为川普司法团队上诉的强有力的理由，更可能成为让上诉法庭推翻定罪结果的原因。从更大的角度看，布拉格检察官采取这种极端措施，也是反川普联盟目前的无奈之举。他们原本给川普在今年11月大选前设立了4场刑事起诉的官司，总共起诉川普90多项刑事罪名。哪场官司川普输了，都有可能让年近80的川普在狱中度过余生。但是偏偏川普有如神助，在这4场刑事起诉中的其他3个，眼看着一个个因为不同的奇怪原因而被搁置。由特别检察官史密斯提起的针对川普在2021年1月6日国会案的罪行，现在因为总统豁免权的问题还在最高法院纠缠不清。而且就在过去这周5月7日，联邦法官坎农因特别检察官史密斯的有争议的行为而无限期推迟了川普因保留机密文件而受审的那个第2个案子。最一塌糊涂也最神奇的是，佐治亚州地区检察官威利斯在佐治亚州起诉川普干扰2020年大选的案子。现在几乎已经没人关注威利斯告川普的案子了，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到了最近被突然揭秘出来的威利斯和他的秘密情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上。所以原来对川普的4场刑事起诉官司，没几个月就只剩下布拉格这一个案子还可能在美国大选前进行，还可能起到阻止川普大选的作用。面对川普这种种逢凶化吉的情况，连美国左派的晚间脱口秀的主持人马尔都不得不在节目中感叹，川普这家伙可真是太走运了。其实人世间哪有偶然的事情，有的只是你我还没有看明白的上天的安排。
我前面提到了，目前审理这个风口案的莫钦法官在庭审开始前就给川普下了一个封口令，警告川普，如果在庭审的过程中敢在公开场合或社交媒体上对法庭人员、证人或陪审团有不敬的言语，他会重罚川普，甚至会把川普立刻关入监狱。这个封口令让川普和川普的支持者气愤到了极点，认为这是赤裸裸地剥夺川普的言论自由。但是如果大家能跳出这个事情本身来看这个封口令，你会意识到这个封口令无论是对川普这个案子，还是川普的总统大选，都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情况。美国民众从骨子里有一种同情弱者的情怀，在这个封口费案中，陪审团对川普的个人好恶感其实非常关键。和川普接触过的人都谈起过，说川普是一个能够做出理智抉择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但是川普那张大嘴却从不饶人，谁要是公开指责川普，川普一定会加倍骂回去。而且川普在给对手起极端贬损的外号这方面极具天赋。如果川普说他在这方面是第二，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就是川普的这个咄咄逼人的说话风格，让很多人对川普很不感冒。在法庭上，很多证人说的证词，比如丹尼尔斯对两人独处的描述，川普当然不同意。在法庭上，在法官的眼皮底下，在封口令的威胁下，川普都按捺不住的，又是摇头又是嘟囔抱怨的，搞得莫钦法官把川普的律师叫到面前，警告要约束川普，不许影响证人的情绪和发言。可想而知，如果真的没有封口令的限制，放开来让川普发牢骚，那川普一出法庭就会一定把丹尼尔斯和法官骂得狗血喷头的。过去川普就在社交媒体上给丹尼尔斯起了一个马脸丑女和人渣等外号，现在还不知道川普会给丹尼尔斯和其他证人发明出什么更损的外号呢。但是川普这样辱骂丹尼尔斯的结果，只能让一般人，包括陪审团的人产生反感的情绪，会让大众忽略关键问题，就是这个案子就是为了迫害川普而立案的这个本质，反而可能会让人同情丹尼尔斯，从而在无意中给丹尼尔斯的证词增加可信度。因此允许川普由着性子说话，其实对川普弊一定是大于利的。事实上，川普过去和丹尼尔斯在网上对骂的事情，就已经给川普辩护律师在5月9日和丹尼尔斯对峙带来了麻烦。在川普的律师对丹尼尔斯说：“你讨厌他，并且嘲笑他的外貌，是吧？”川普律师还引用了丹尼尔斯在社交媒体上骂川普是橙色粪坨这样的话，但是丹尼尔斯立刻回应说：“是他先嘲笑我的。”意思是川普先叫他马脸丑女和人渣这样的外号，这就让川普的律师在下面的对峙时难度立刻增加了很多。这个人世间就是很复杂和不完美的，瓦片在风雨中不会生锈，但是它会一摔就碎；钢铁很难摔碎，但会生锈。有人欣赏川普敢挑战极左势力，针锋相对毫不退让的强硬态度，但是也许正是同样的性格特点，也让川普在一些小事上，在针对从高层到底层的各种人物时，也是不顾身份的针锋相对，打成一团。有时我甚至想，现在川普被这么多人骂，会不会也是逼迫他偿还他以前在各种场合在对别人尖刻挖苦所造下的那些业力呢？回到我们前面的话题，在我看来，虽然莫钦法官对川普下的封口令的初衷不一定是为川普好，但是这样的封口令很可能实质上是帮了川普一个大忙，强迫川普在这个关键时刻闭嘴，也许就是另一个上天对川普特别眷顾的安排。另外也有人抱怨说，川普被困在法庭1个月无法去搞竞选，这对川普太不公平了。但是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虽然川普这段日子几乎没有进行大选活动，但是在决定大选成败的美国摇摆州中，川普的民意调查结果却一直稳定超越拜登。为什么？决定美国大选结果的一定是中间选民的态度。在过去1年中，为什么几乎每个对川普的起诉案都会让川普的民调
上升一次呢？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美国中间选民清楚地看到了，这些对川普的起诉案，凭良心讲是在欺负川普。美国司法界从联邦到地方，用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借口，同时对川普发难，形成目前美国司法界群殴川普的架势。今天在这个案子中，川普被判要赔偿8000万，明天在那个荒谬的案子中，川普又被判要赔偿天价的3.5亿美元。这些反川普的人摆出一副不把川普罚破产不罢休的架势。一贯强势的川普现在成为被霸凌的弱者。和川普目前遭遇的苦难相比，川普原来大嘴的问题，在很多中间选民那里也就不是大问题了。在2020年川普和拜登的那场对决中，川普其实是一个人完成了2个人的竞选活动。想起那场大选，我脑海中一直会浮现出屏幕上出现的这个照片。当时川普竞选的强度简直有如拼命一般。当时已经是74岁的川普，每天在2-3个州举行超大规模的大选集会，每天都是直到深夜才完成所有的竞选活动，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白宫。和川普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拜登。当时拜登因为对新冠病毒的担心，基本选择在自家的地下室进行竞选活动，每天在互联网上露个面，网上的现场观众经常连1000人都不到，然后没几句话一天就收工了。但是最终拜登却赢了2020年的大选。为什么？当然大家对此有不同的解释。物理学中的力学第3定律说，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等。其实同样的定律也适用于川普的总统竞选活动。2020年就有民调显示，川普每次成功的大规模集会的辉煌场面，既会鼓励川普的忠实选民，同时也会强烈刺激反川普的选民。很多人选拜登，并不是他们真的热爱拜登，而是他们讨厌川普。所以川普的每次高调的竞选活动，其实都是在同时为自己和为拜登拉选票。所以我说2020年那次是川普一个人完成了他和拜登2个人的大选活动。现在我们正面对2024年拜登和川普之间的比拼。这个竞选很可能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不需要参选双方举行竞选活动的选举。两人都没有太大的必要到处宣讲自己的治国思路和政策，因为2个人都已经入主过白宫了，而美国人都亲身经历过2人的政策和政绩了。其剩下的就只是美国人在今年11月大选中选择什么样的美国未来的问题了。到目前为止，将要投入大选的川普，虽然处境时时刻刻都是险象环生，但是让人惊讶的是，事情却总是能在关键时刻出现柳暗花明的场景。有川普的地方就会有戏看，我相信以后我们还会有很多机会讲他的故事。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